成婚后，我与王爷忙于公务。此次他毒发，我才意识到，这几年来我可以专心投身仵作之事，都是他默默支撑着我。其老医者仁心，不惜以身试毒，解药不日就可研制出来。看着他松一口气的样子，我只自责，不仅没有保护好他，还让他为我担心至此。一段未告别的离别。这就是长寿的房间啊。什么都没发现。问过楚河了，他完全不知道长寿有何不妥，懵得很，也嘱咐他保密长寿的事。是，胎记、胡子，都是你的障眼法，对吧？去年的时候，长安就已经闹过一次肝霉疮，教坊的画眉姑娘也染了病，却意外地治好了这必死之症。不是因为她的体质特殊，也不是因为这肝霉疮当真有医治之法，只是你们为了今日的计谋而做的尝试。你用这改头换面的伎俩，以伙计的身份潜藏在药肆里，利用沁香向乐伎们散发迷香，以此控制朝中官员。若是有人不从，或需按诛之，就直接毒杀。万千山、赵凤鸣，皆惨遭你毒手。你得知沁香和谢怀定的往事，本想用同样的手段毒杀谢怀定将军，不曾想沁香虽堕入风尘，却依然对谢怀定一往情深。你怕走漏风声，不得已杀人灭口。沁香殊死挣扎中，给我们留下了证据。你要不要说一句，这是猫挠的呢？有这些物证在，即便没有什么证词，也一样可以给你定罪量刑。你来三法司也有些日子了，以孔雀的耳目，应该不会不知道吧？
若今日王爷让我把你平平安安、毫发无损的送出去，你说他会怎么想？在做呢？你们好。都说安郡王是正人君子，你们竟也使得出如此诡异的手段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，何来诡异之谈？安郡王，我所做的那一切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对，你猜的都对，但是我只负责用药，掌握这一切的，以及下达命令的，就是孔雀。孔雀到底是谁？不知道，从来都是他联系我们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，而且每次他见我们的时候，都戴着面具。戴面具？你们只认面具，不认人？对，他面具上纹样特殊，只他一人独有。说吧，面具长什么样？对，如出一辙。你虽然罪责难逃，但还有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再想想，还有什么能为自己赎罪？想快点儿，隔壁那鬼差恨不得一天给我们写3篇大作呢。还有一件事，那个傻子肯定不知道。何事？孔雀交代我，毒杀的最后一个目标是3法司中一个青年人。谁？不知道，他只交代我准备着，没说是谁。难道他们是想对你下手？如今线索太少，还不能确定。赵三瑶负责8品以下武官的任命调动，万千山一向主战，一篇讨南诏檄文激起了不少士气。赵凤鸣和谢怀定皆是要派往胶州领兵的将领，这些人都和南诏与大唐的战事息息相关。那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你啊！如今能引起朝纲动荡的，还有另一个人，右承安。没错，他们很有可能杀右承安，为出战做借口。凡国之动兵，再无耻，也定会寻一个光明正大的由头。右承安，南诏2王子，在两地关系如此紧张之时，猝死在大唐，南诏再出兵，就是师出有名。你这段时间务必要加派人手，保护好右承安。是。其实我有点危险吧？南诏又没有指名道姓，万一是我呢？这是什么好事吗？还有往自己身上揽的？锦衣说的没错，孔雀心思叵测，任何疏忽都有可能成为他击溃我大唐的缘由。所以不光是我们2个，3法司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。孔雀不负本王之所托，至今离寿王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是大王慧眼识人，使团待在长安也够久了，传本王令，让高罗谦带着右承安准备撤回吧。大王，高大人还好办，只怕大唐那边不肯放2王子。那就更好，本王正好以此为由出兵胶州，讨伐大唐。只怕如今跟筛子一样的大唐，不敢跟本王较劲。去那儿干嘛？过来吃饭啊！气都气饱了，吃什么呀？做什么呀？发这么大脾气！父王要召那个野种回来。右承安，
还能有谁啊？哎呀，滚都滚了，还能让他活着回来？传信给我哥，让他弄死雍承安就是了。你说的对啊。一则，我得令人去边境驻守，防止大唐啊突然有动作。二嘛，万一高罗谦失手，我也不能让我那个弟弟活着回来。我哥不会失手的。哎，好，不会失手啊，最好。能用上了吗？我陪夫人用膳。仅于武帝，见子如。路途顺利，一至胶州，不必挂念。近日，吾在南诏边境巡查之时，发现一怪事：多次遇到我大唐猎户装扮之人，在南诏边境山林中往返。但这群猎户无论身形、步态，还有对周边环境的警觉状态，都更像训练有素的士兵，并且他们车上装载的猎物散发出强烈的腐尸味道。我怕这是南诏的什么诡计，我会继续探查他们的底细。你在京城若有什么消息，也可告知于我，尽力守属。我用老家的做法腌了莲藕，原本担心啊，这京城的气候做不成。哎，眼下看着还不错，楚楚忙着没空，那就楚大哥，父王传了令来，即日启程，我就要回南诏了。我走之后，你要多保重。当真要走了？嗨。天地之大，又不是不见了，说这些干嘛？我就怕我这一别就是永别了。我那哥哥不会让我安然回去的，这条路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黄泉了。小安，天塌了，大哥给你顶着，我现在就去找我妹夫，让他遣人把你安全送回南诏。不必了，不麻烦楚大哥，也不麻烦安郡王。二王子，都按您礼单上列的买到了，其他的下人都放置在外，这是礼单。麻烦了。小安，你这是干嘛？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给他们退回去。李大人那边传信，果然如你所说，他的摊子探到，
右龙胜令高罗谦在长安对你下手。无妨，我们不是已经有应对之策了吗？只是怕动作太大会引人注目。小安，东西我已经退回去了，李丹你收着。楚大哥，为了防止我那哥哥找我麻烦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说。来唐数月，外臣深感陛下宽待，外臣敏感于心。南诏相化特派尔等来唐朝拜，和平友好之意，朕已尽皆知。朕已下旨送南诏使臣回城，若有所需，可向礼部提出。谢陛下。外臣还有一事，恳请陛下恩典。讲。外臣在三法司深受安郡王厚待，但如今安郡王身染重疾，外臣无以为报。于是外臣就想去魏国寺斋戒3日，求得神佛之力，换取安郡王身体健康，也为陛下增福添寿。你有心了。经多方良医诊断，现已确认，安郡王重疾乃是误诊，只是盛夏暑热，安郡王积劳过甚，发了些疹子。既如此，那外臣便安心了。在大唐，外臣对陛下一片感恩之心。此次祈福，也是想回馈陛下和大唐子民。外使朝圣斋戒自然是好事，只是不知道礼部那边可否安排了其余事项，来不来得及，在寺院安排周详。斋戒祈福不在仪式，而在发心。外臣一片赤诚之心，也不劳烦陛下进行其他外事安排，外臣一人在寺院即可。报，陛下，安郡王求见。宣。陛下，此次斋戒祈福，外臣的确有私心。是何私心呢？神官法师乃南诏得道高僧，却在大唐惨遭杀害。南诏信众悲痛欲绝，难以释怀。此次祈福也是为了超度神官法师的冤魂，告慰南诏信众诚敬之心。二王子一片诚心，不如我带三法司护卫随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安郡王，我在三法司这些时日，深知安郡王工作繁重，况且安郡王现在患病未愈，还是不劳烦。二王子，既是平息非议，消除百姓芥蒂，自然不能由南诏一方出面。刚刚在殿外，我也听到二王子要为我念经，消灾延寿，更是感念二王子一片诚心。陛下，臣愿代朝廷与二王子同赴魏国寺祭奠神官法师，以彰陛下修好之意。准。两位手足同心，玉坤金友，这正是大唐与南诏修好之意啊！谢陛下，那就有劳安郡王了。外臣告退。金鱼，朕未宣你，你自己就来了，看来你是明白朕的用心了。陛下，臣知悉南诏众多外臣离京之际，似乎还有一场更大的谋划。而且兄长来信说，胶州与南诏边境最近频发怪事，所以你这次要跟右承安一起入寺，是为此打算？是。臣想趁此闭关3日之际，与右承安好好盘清始末，将那些隐藏在暗中的计划逐一揭破。好。
这花开的可真好啊！唉，今夏太忙了，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。把眼睛闭上。做什么？闭上。我扶你走。坐。数3下，睁眼。1、2、3。不行的，王爷，成亲时不都说好了？这些东西我实在是弄不明白。那账房和管家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些你要是交给我管，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。不是让你管，你先看看。看什么？是府里没银子了吗？没有太多。这还叫没太多？够吗？够干什么？是不太够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要拿这么多银子做什么？我也是听了一位友人的建议，成亲之后，安郡王妃这一头衔，带给你的束缚远大于尊荣。我没能给你安逸富贵的生活，轻飘飘几句迁就的话，又难以表达诚意，思来想去，只能用它来弥补一二了。你不要拒绝，就当为了让我安心。但让我安心的从来都不是这些啊，是你。所以，你要好好顾惜一己安危。
就是给了我最想要的了。贾周汉的窝点就在这儿了，是吧？是，咱们的线人说，最近这里要有大动作。边框窝篓重在收口，今天我们就收条大的。见过首领，你就是耀英吧？正是。我代替洪湖启动最后一步计划。那具体的期限是？你们是谁？孔雀。楚河，你是孔雀？王爷，知道你要去魏国寺，本不想这么晚打扰你。不是重要的事，你也不会三更半夜来找我。发生何事了？楚楚睡了吗？睡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抓到孔雀了，是楚河。西楚，是今日他与手下接头的时候抓到的，面具和图案全部都对得上。我当场就抓捕了他，但是去干什么，什么时候来的，他死活都不肯说。楚河，孔雀。从审讯的讯息上来看，楚河似乎了解的很少，更像是被利用，但他嘴又严得紧，所以后面到底有什么安排，还未可知。他们若想针对三法司，渗透进来，最好的人选就是楚河，既不在朝堂，又与三法司的人关系密切。眼下孔雀是谁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得知道他们下一步怎么做。那你明天还去魏国寺吗？不得不去。我们已经身在局中，我们在明，对方在暗，就快要浮出水面了。等我们再推一把，逼他们现身，才能有胜算。那楚河怎么办？楚河被抓的消息务必要保密，封锁消息，把水搅浑了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每一步。那楚楚怎么办？他们既然选择楚河，下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楚楚。你和冷月贴身保护他，避免有人趁虚而入。一定12个时辰守在他身旁，让他们无机可乘。大人，大王子来信。
蠢货，真搞不懂，他是怎么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？大人，你知道右龙胜说什么吗？他说，刺杀右尘安的这次行动有奖有罚。哼，要不是我一次次的帮他想办法，他都不知道自己会被右尘安玩死过几次。大人息怒，等大王子顺利登基，南诏就是您的天下。所以啊，这一次是最佳时机。这个右尘安啊，非要亲自去寺里念经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只是，萧锦瑜是个麻烦。萧锦瑜是来趟浑水的，他要是敢捣乱，索性我们就搂草打兔子，一并解决了他。多谢王爷肯陪我走这一遭，唯愿你我此行都能得偿所愿。请。陈峰，王妃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今天三法司没有安排吗？你这么闲？景少卿说等王爷出魏国寺再安排事务。那劳烦你替我跑一趟可好？王妃请吩咐。你去把寿昌节以来三法司经手过的案子、卷宗还有资料，全都给我搬到三司阁，我在那等你啊。那得多少啊？多谢啊。王妃，你怎么突然想看这些啊？我总是觉得右长安这次祈福没那么简单。属下告退。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这拎的是什么？我给你带些吃的，我亲手做的。亲手做的？你何时学会做饭了？我就是因为不会做，所以才学的嘛。你向来都是宁可饿3天都不进伙房，到底怎么了？锦衣惹你生气了？对呀，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今日我跟锦衣吵架了，所以才想着来投奔你的。吵架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今日我闲来无事，就想做顿菜试试，结果他竟然说我做的菜味同嚼蜡，气得我直接离家出走了。我尝尝。确实是你做的。味同嚼蜡这个说法吧，我觉得锦衣他嘴上留德了。楚楚，那我也是一番好意嘛。总之我这几天都不想再见到他。你可否收留我几日啊？那肯定是收留啊，只不过我这会儿有点忙，你要是觉得无趣，可以先到外面转一转。不，我在这儿陪着你就行。也行。我继续看了。真的这么难吃吗？安郡王，我刚沏的茶，坐。我从府中带了一些今年的新茶，请无念法师煮了一下，很有兴致，一同品鉴一番。却之不恭。
二位施主请慢用，贫僧先告退了。有劳。空门长日漫漫，手弹一句。乐意奉陪。在下离京在即，安郡王却入寺陪我3日，安郡王就不怕有人来取我性命，再波及到你吗？右承安，这世间最厉害的谎言，便是9句真，1句假。你被一路追杀是真，与楚河的感情深厚是真，透露高罗谦的行动帮助我们，但只要有一处是假的，譬如你接近三法司的目的，那这些所谓的真就会变得更为可怖。就像这棋局，草蛇灰线，这一子落下之前，风平浪静；这一子落下之后，杀机尽显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呀？安郡王，我在进长安城之前，可是一路被人追杀，几近丢了性命。进三法司，不过是我的自保手段罢了。安郡王多虑了吧？那你拿出图谱来，引起我和楚楚的注意，也是为了自保。安郡王觉得呢？你图谱所绘之人的体表与我极为相似，略懂仵作之道的人一看便知。楚楚问了你很多次，你却只是装傻。一是想引起我的怀疑，是否遭到身边的人背叛出卖；二，你是想转移我的注意，让我活在被窥视的恐惧当中，而你，则是以诸如此类的许多手段隐匿自己的行动和目的。萧景宇，我对你和楚楚，从来都是诚心相待。这毒物的关键是入口后2个时辰生出红疮。那晚，我给你送了一碗绿豆汤。你拿给我之前，可有什么人接触过？连翘送来后，就一直在我那放着。右承安，若真的避了嫌，反而像有什么事一样。你那晚为何突然来与我同饮绿豆汤？安郡王妃亲自给你端的一碗绿豆汤，倒成了我下毒的证据。我可是还给过你一个药方啊。是啊，可惜那只是为无功无过的太平坊。你很谨慎，但过犹不及。你加入三法司后，多次干扰我和楚楚的判断，悄无声息地影响案件的走向和调查方向。魏国寺是否已签署了检验尸体的相关文案？王爷，你要验尸，我看你不是要查真相，而是要入我南诏佛门。王爷，我是让你查明真相，但也不能这样伤害师父法体吧？右承安又为何故意提醒南诏僧人，阻拦我们三法司验尸？我影响的？难道三法司办案向来不按流程办事吗？还是因为他们是僧人，其他们不懂世事，故意隐瞒？如果从左侧肋间下刀，就可以直接从心脏查验，可以尽量避免圣僧仪容受损，这也符合南诏佛教礼法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南诏夏季天气炎热，僧人有冷水淋身的习惯。他南诏对神官法师的死那么重视，他竟然会在体表检测上出现这种疏忽。陛下，外臣觉得安郡王说的对，
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不如就把握时机，由官府出面，向百姓讲解防治肝霉疮的常识。百姓越慌，他们记得就越牢。你给的建议看似合理，但其实都是在把案件影响扩大化，最终的目的就是彻底击溃我三法司，扰乱长安。安郡王这一顶顶帽子扣给我，我一个小小的质子哪担得起啊？安郡王不过是想从我这儿得知南诏在大唐的下一步计划和动作吧。有话直说便是，何必费此心机呢？